针对你能保起来的大射手孙尚香。这把如果孙尚香放给南京黑手9进的话，他这个阵容太舒服了，有前排，有前期，有后期，吃两线，能让你，然后每一线都是优势，你就很你还拦不住我。对，所以孙尚香赶紧针对一手，那个露露也是，打野不能放，自己用过了，你第一轮不拿，那你第二轮肯定没有。老夫子不给你大乔做分带。看最后一手，南京黑手9进的考虑，还想针对一个虞姬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两种选择都搬了。 虞姬跟大乔现在老干爹组不起来了。千枯为幼，伽罗太平无忧。收场，有一个稳定的后期射手，还要再换。便是将这兰陵王如果给南京黑手9进的话，那右边还挺难受的。对，大乔没视野了，所以他们现在想着有个兰陵王的话，自家打野前期还可以带节奏，还可以卡一下周瑜，顺便能提供一下视野。这个兰陵王也是陈阳的招牌英雄。对，像。 以选代班，反正班位已经没有了，反正不给你选，我先抢走这手兰陵王。陈阳在拿到兰陵王的时候，在刺激的时候，当时就是很有钱，他就是别人是兰陵灯，他是兰陵王，对他1号位经济，李元芳自保，李元芳还可以看你手兰陵王，但是没大河呀。纳克洛被搬了，你打野拿什么呢？赵云，刚刚评论区也说过了，赵云可以充当，可以 C 一 C， 但是这把真正的大河好像是没有的。 就是全都是那种半个核心，复合都是半个，可以当复合，半个输出都是副 C， 没有主力输出。那推塔如果推起来是真快，李元芳加周瑜嘛，周瑜对，然后他野真人还给你提供一个容错率，然后右边又是一个手线能力特别弱的，是，吕布呢勉强在上路手线，中路不是后路没有办法，完全弱于周瑜。下路伽罗，那就伽罗放中，向伽罗抗压一下，那伽罗放中会缓解压力。但兰陵王有个优势是。 想办法可以游走起来，对，可以观察到你的视野。那得有4级啊！如果星河的猪八戒带惩的话，可以进野去骚扰的。就赵云蓝 buff 开完之后去补对抗路的线，而猪八戒直接进蓝配合队友。如果这把星河的任务是用来阻挡你发育的话，肯定就带惩。因为你有周瑜啊，对，你又不怕2级接团。 就是野区团战，别人是想来打你的，所以你没有必要直接往他脸上贴。就猪八戒带场，直接让赵云蓝 buff 开完之后去对抗路，然后猪八戒直接进对面蓝，中路我抢完线直接进你蓝了。就有一种逻辑说的是，就比如说带一些多位移的召唤师技能上去杀这个伽罗，但是如果这把我猪八戒直接和赵云2个人把你的野区打烂，我不需要切你，不需要等大团了。对，我只要前期把你野区压住之后，我推你的塔，我站到这儿你都不敢守。 我站在这儿，你都点不动我，你也清不了线，你只能是针灸啊，对，只能是刮痧，就打经济差。这把的思路，反正我这把没有后期，对，我只能靠着我前中期的优势，直接把你游戏终结掉，在中期终结。对，推塔进来，所以我注意军兆这个眼神又来了。就军兆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眼白比较多，所以你会发现他每一次那个凶狠的表现的时候特别带劲儿。然后而且这把军兆带的是闪现吕布，很少见。闪现吕布。 现在就一般来说，就是在一个阵容里面没有坦的情况下，他基本上就是主 T。你是带惩的主 T 吕布。这把为什么选择带了一个闪？那切谁呢？他带个惩，我觉得更好发育一点。但是他其实他不讲道理了，现在开始给你，前面感觉还讲道理。我要杀人，我要 C， 我要 C 了，我要拿 MVP。这个东西其实是。 两面性啊！你这把如果配合起来，确实是救世英雄 ，MVP 当之无愧。但有后期吗？对，全是后期英雄。对，兰陵王是前期唯一能发力的点。就怕是一个陈阳刚不住啊！就前期你还要被进野区啊！你看猪八戒带惩了，这把不出意外真的是，无畏这边自家蓝开，然后去清对抗路的线，然后让猪八戒前期充当打野的职能进对面野区，对，就直接搞你蓝了，因为你吕布在上嘛，除非你吕布换下来。 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也没什么办法。吕布换下来，吕布让火舞去上，吕布走中，是吧？这样还行。所以这套阵容，杭州老黑大河想办法得拖呀，挺难的，挺难，真的挺难拖的。跟周瑜这套阵容打太难拖。周瑜这个一拿李元芳，一方面磕一手兰陵王，一方面就是我告诉你我要干什么，我就是推塔。而且周瑜这个版本又特别强，下个版本会更强的。这个版本非常想，下版本会更强。在 K8联赛中路成为了推进工具人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当中呢，周瑜的作用也是体现的价值越来越高，对，上升越来越高。尤其这个版本，谁拿到了周瑜，谁就拿到了主动权。他是太全面了，这个英雄就除了腿短一点点，其他的方面就他出半肉装输出就够了。对，因为有一个痛苦面具，
吧？性价比给你拉到最大化，最适合他的就很全能。今天看看在这一局是南京 KO 9King呢扳回一分，把比分扳平，还是杭州老年大鳄一鼓作气，再次在魔鬼主场击败南京 KO 9King，延续对于南京 KO 9King的连胜。包括我们今天要看看君兆同学选的这首闪现吕布，能不能像前面的表现一样，保持手感，魔神降世。进入双方的比赛，蓝色方南京 KO 9King，红色方杭州老干爹大鳄。我是解说英凯，我是解说潇洒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闪现上去直接炸，而且是能蓄满的一个炸，这样的话把江城的状态打得很差。他们是做好了进野区的部署的，但是杭州老年大鳄5人防守，你进不来了。对，最关键的点是剑心的不知火已经把星河的猪八戒给打半血了，对，就还没进来我已经把你打半血了。我现在双方在开局都是说互换血量，但是杭州老年大鳄知道自己确实这个任务前期弱，5个人来防还不行吗？对啊，我中路先到了5个人一起防守，他已经猜到对面1级的部署了。对。这一波虽然这个太乙真人交闪现上去把张成伽罗的血量炸掉了，但是自己这边少一个前排，少一个带惩的能打，没办法。那这波算是杭州老干爹大鳄给守下来了，守住了。第一轮野区对于兰陵王而讲的话非常关键。这个战略的保护其实做的不错的。完了，被吹回来了，君兆现在压力很大，闪现交过了。好处。对，闪现交过了，哎，可以进圈。如果是个惩击，不就死了吗？是，体现出来了。对啊。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手部的第一视角也是江城的操作，不着急，也是使用的是爱酷7全感操控，激发潜能，边路河道之灵，这样的话是兰陵王收下来，所以陈阳发育的很舒服。边路上抓一下清盘，哎，给自己一个拳，老大乔了。对他真是老大乔了，就是拿不到，这也是他在季前赛1次都没有用过，这在常规赛，就他现在在训练赛有的时候都用不到。这老爹大哥之前玩大乔玩的最牛的那段时间，所有人打训练赛都要办。就从他们打出连胜的那段时间之后，就拿不到大乔了。对，有时候训练赛也练不到。现在你说他的大乔到底厉不厉害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那是，但是底蕴还是在的。对，底子在，基本功在，现在只要复习一下。看上路，猪八戒这边是优先支援。陪伴队友先拿一条龙，拿龙控蓝两不误，控手臂龙。这波打起来了，对，然后想把这个 buff 回吹一下，惩击收下来，目的达到了。哎，猪八戒完成了任务，回头踢一手无尾，无尾不怕，回头反扎一个，再反推，这样的话是剑心第一血拿到手里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他以为后面的队友能跟。那这波蓝 buff 反完之后，对面要反入侵，等于也不赚。你也不敢来守啊！对，而且兰陵王伤害也给到了。对，这样的话，你虽然反掉了我的蓝，我还可以反掉你的蓝，再做圈走，吕布传过来，我甚至直接转一波上。对，但是没有4分钟，所以压不掉。而且老干爹大哥在拿到了大乔阵容的时候，对原初法阵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。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我自己这边能传。顺势再捡一条河道之灵。如果刚刚无畏不死的话，那可能这些就蓝 buff 自己回家拿掉。是，再拼一波河道之灵的团战，这些就出经济优势。我们看看这一波，剑心先反踢了一手，这个时候他反扎，兰陵王是大招给到了，所以后面剑心才能把人收下。他没有看到兰陵王。对，是陈阳补了伤害。应该是陈阳隐身了。五位前来吃中线，这样的话周瑜快速转下，上路已经到了4分钟了，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下路推塔的节奏点。对，都在打3-2。对，上路我也压你，但上路压你只能打你血量，上路不之后被拦住了，只能翻墙赶紧走。那相安无事。下路这边也是发现线被清掉，推不了。那看继续这个节奏，中路抢完之后继续往边路走。对，但是不之后我这边卡了一波，可能要被包啊。猪八戒先给控，再留，后面有没有伤害？吕布跳大招给保护，把人卡住。那这波把火舞的状态打没了，转下路的话，这个塔基本上就有了，就要放掉了。
卡野去转下。对，现在是陈阳快速，他一看到这个血量，快速进野，把蓝猫赶紧收下来。他知道下一步你要干什么。对，这波李元芳的蓝量不是特别多。对，然后陈阳这边勾引一下，吸引到注意力，保护了下路塔。对，这波虽然打完了对面状态，但是因为李元芳跟周瑜没蓝了，所以选择了没有强压。无畏知道陈阳的蓝联盟就在附近，剑心这边也支援给到，猪八戒快速回防，动手了，动手打谁？还打赵云，但是赵云大招往出走，看看剑心回头踢2个，自己伤害不太够，先做大桥的圈，蓝联盟离开，中路有兵线，推了2个，感觉中路这波能掉啊。有周瑜守住了，但是对周瑜把兵线烫掉，在野区，陈阳的蓝联盟还是杀掉了无畏的赵云。就等于我被这个大桥传过来之后呢，我又等了一波 CD， 又打了你一套，就感觉现在的局势是，南京黑肉酒精已经控不住杭州老跟内大哥了。老跟内大哥很主动，下路那波陈阳把人勾引走以后，主动进你蓝区，你的视野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蓝区。这波进蓝区呢，又先动手打了赵云一套，后续呢，这个坐着大桥的电梯撤出来，再回头打了你一套，2套带走了这个赵云。这样赵云死了2次，野区的节奏进行不下去了。想打推进，下路塔确实推掉，但自己的中路塔损失严重，快掉了。对，损失惨重。如果不是有周瑜，就肯定已经掉了。大罗开大招，正面老干爹大哥守中塔是他们的铁律，什么都可以掉，中塔不能掉。但青龙是周瑜，他可以趁对面不在的时候磨。对。转上推，中路放了2个，一个猪八戒，一个周瑜，够清线。想要先把这样的话上路是压不拿掉，你这个兵不够用了。但是下面还有一波，对，接下来还有一波，就看猪八戒跟周瑜的动向了。他们想要直接压中，不准备转上。是中路，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，但这波感觉想留人啊，剑心回来再给一下。空标了，但是大招给到蓝方收割掉了猪八戒，回头青龙自己交闪，赶紧撤到塔下。看另外那边赵云再进场，这波子阳跟控制跟得非常及时，一个闪炸炸了3个，李元芳是2闪上来补伤害，收掉了兰陵王。这个南京黑手这一波推进上路和中路感觉是2个思想，因为对吧？他如果中路往上转的话，那上路一塔基本上就掉了。是，但是他们中路是强推了中医也不亏。这一波强推中是不亏，但是确实是一开始想法不太一样。推过来之后呢，蓝联王感觉这猪八戒血量不是很好，收掉了，但把自己勾引得太深了。然后剑心闪现交到了猪身上，就杀猪八戒，花了太多的爆发。他闪现所有一套交完了，但是交完之后自己出不来了嘛？问题是没有杀掉周瑜。对，周瑜还活着，周瑜又可以推塔了。好，侧边想动，直接动太乙真人，把你的大招打出来。想要把大招打出来，但这次没有能够成功。这波粘下军杖，2人能吸口盾。哎，李元芳蹲到了，对，抓到了，但蓝联王后期一套伤害，直接带走了李元芳，九窟这边倒地。这到底是谁蹲到了谁？对，不是蓝联王肯定是过来抓你的李元芳的，这套伤害打得他在找人，但是李元芳触发那个被动。打了一套兰陵王，没把兰陵王秒了。兰陵王反而是一套伤害给李元芳打到了残血，1丝血，让大乔给收了。对，这个就很戏剧性。就是兰陵王是你虽然能看到我，但是在我能打到你的这个范围之内，对吧？对，任你是谁，你也跑不了。然后无畏的赵云又被这个兰陵王加上大乔伽罗碾死了，一直追着打。今天陈阳这个兰陵王打得很主动啊，他有点以前刺激的那个味道。对他现在是。因为有经济，所以我打谁？你看他打赵云，你看说兰陵王打赵云，这不开玩笑吗？我不管谁，我先打你，我先打你一套，然后我走，等一会儿我再转一圈，再打你一套，你死了。因为大家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个思想，就是我半血的时候不至于回家，有这样的心理，对吧？我觉得我还能打，我总觉得没有人能秒我，我总觉得我还能秀。往往这种心理就是兰陵王现在陈阳捕捉到的一个比较好的空隙。但现在你看江城的经济就跟之前9库那局玩伽罗的时候一样，这注意点都在野区了。然后江城这边你野区也没有打爆，
来看一下发育起来了，大招这边硬跳，又是开到了2个，回头自己的队友输出能不能跟上？不是，我只要闪现直接进来，提到位，陈阳再绕，这次要找谁？要杀青龙的周瑜，周瑜这边交出的闪现相关位移又被推了一段，没有能够杀掉，再晕到了2个人，回头自己的队友跟上了，加罗这边打输出有没有人能跟？没有人抓到他，这边还能再点，星河先带走了陈阳的兰陵王，这边太乙真打到了4个群体控制。这波团战南京黑肉就已经1波0换3，怎么说呢？他们是反打的，对，他们是被开的那个，李元芳被兰陵王打了一套，他们的反手打得很漂亮，虚实车队，你看，我刚以为他还要再大下来，看无畏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就刚刚子阳的太乙真的复活给的很及时，让这种一套流的火舞跟兰陵王很头疼。我打完一套了之后，我想撤出来就很难了。一方面是有复活，一方面是我把控制拉满了，我留住了很多人的进攻时机。对，再一个就是你会看到陈阳和不是火舞2个人都去抓青龙了。青龙的周瑜现在是有肉装的，一个极寒风暴，他有极寒风暴的，然后他再用一个闪现躲开位置，一个一技能吹开了你，反控，对，把你控在原地，又有个大招，把你控在原地，2个控制，一个闪现。足够他存活，而且拖延了老格林大哥进攻的时间。然后那个位置，伽罗输出环境又不好。虽然伽罗一直在点，总感觉伤害不够。又来了，军兆被秒了。这波军兆是被留下来了，被4个人激活秒了，拦住，拦在了猪圈里面。军兆这波也是为了卡南京黑肉9进，让队友去拿主宰。南京黑肉9进是拿了暴君，又是一条减速的。Red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拿完了手臂龙，看他们的一个阵容布置。现在是兰陵王和不知火舞2个人站靠前的位置，比较灵活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的团战。对，这波团战吕布开先手，李元芳被兰陵王打了一套，太乙真吃了复活了，所以进行大闪，其实相当于打白瞎了，就打到了别人复活身上，帮别人复活了。对，注意子阳这个太乙真人进来，青荣先给了一个空，晕到了一堆，然后子阳进来炸了一堆，炸了4个，炸死了一个。青荣应该是控到了3个到4个人，然后这边是子阳再控了4个人。对他那波是被逼到了一个极限血，然后一堆人扎堆了。对，宝宝老师这波应该圈那个周瑜，实际上他先给的那手控制，然后后续子阳是闪炸。对，子阳这局已经他上一波也是闪炸3个。陈阳现在的经济已经完全追不上无畏了。这星痕猪八戒拦下墙，在找位置，找到槽里有人，直接盲开。对，3个人伤害拉过去，秒了，秒掉。有加太乙真是炸2个，还能再留吗？吕布大招跳进来了，一个人卡住身位。看另外一边，不知火状态不是很好，先撤出去。但是伽罗闪现进去再点，被抓就控了一道，拉回来。吕布这边跟真伤了，再来一刀，想要硬切吗？江城一边再点一边再吸回来了一个3连决胜。那这样的话，九库是跑到了中路，把兵线清了，阻止了杭州老坑大鹅推进。对，完成了一波止损，但也没有兵线，对，而且还反身把2塔带掉了。对，但看陈阳在找，再找，被发现了，找到了，动手带走。哎呦，没反应过来啊！是因为兰陵王靠近你的时候，身上有一个动态，就他面朝敌方英雄的时候会有一个加速，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速效果，所以他刚刚开无畏的赵云就是这么开的，他知道槽里有人，他不知道你在哪，一套肯定给你带走。我直接2技能接大招起手，然后配合伽罗的伤害就把赵云秒了。兰陵王这边的吕布又是封了赵云的路，进场想打一套有点打不到，只能让伽罗去点。这波陈阳的2技能丢空了。别说这个幻神，为什么叫幻神？刚才江城在下面点的那一波，你就总觉得他要死，啊，吸上来了。对，星河也觉得你要死了，最后自己先倒下。猪八戒的爆发不够，伤害不够。兰陵王再出手，对，虽然没有能够打到，但这波把线加进去，有大乔，再把自己传走，中路高地直接拔。有个大乔的2技能在，就是稳定啊。对，就是我一套进去了，我没位移了，但是我有个2技能。对，我无所谓自己这波能不能打中人，反正有保障。对，有退路。这2波也是靠着陈阳的兰陵王打回来了。就有的时候魏延胜先言败，当你把这波进去没有打到人怎么办都想好了，这个比赛就好打。老鹰大哥这手大乔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的退路已经铺好了。对。现在14分钟了，
对于杭州老聂大佬来讲是个好消息，就是兰陵王这个手已经把3个后期带起来了。对，吕布不知后伽罗，接下来陈阳就可以自由发挥了，他上去随便1换1都行，开起来团，然后靠自己的队友3个后期点去打。江城的伽罗14000了，这身上绰绰有余出复活呀。南京黑手就已经开加速了。强流，猪八戒先上来，但是打到了吕布，吕布大招回头反手保护，没有打进攻。这波伽罗想要打逐日开起来了，哎呦上来差一点把这猪八戒点死呀！闪现点出了一个复活，对，再点死一个，江城很点残一个。凶啊！江城这一波打得很生猛，但军兆这一波是没有准备大招王去前去留人他，怕对面来就控伽罗，所以他原地跳伽罗身上保伽罗。但伽罗说：“我不用你保我，我要去杀人。”那也是等了对面奔狼那个效果消失结束之后，然后江城开启逐日反点，对，猪八戒扛不住啊。刚才把两个人都点成了大残血。对，他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把鞋子卖了换成了影刃，要不然就是把闪电匕首卖了，反正就这2种选择。对，因为影刃的话，在后期对于伽罗来讲，它的被动属性特别关键，特别的吃香，特别的适配，移速跟攻速刚好就给到了他这样的加成。应该是把鞋子卖了。走起来了，但他目前的闪现还没好，要小心。应该是把闪电匕首卖了。一会儿导播老师给我们一个装备板看一眼，感觉他移动速度是很快的。对，触发了影刃的效果之后，对，如果稳定一点的话，就不要卖鞋子，因为鞋子对还加移速。对，因为你那个影刃带一个5%的移速，闪电匕首应该是7%，再加上鞋子，相对来说还灵活一点。下路2塔，来了，伽罗这边又开始点，李元芳把大招扔在了重心的位置，江城这波其实没闪现，他敢冲这么靠前，有点危险呀。对他刚刚开了逐日之弓，有点拉不住了，再加上大乔加的移动速度，但是他现在有气血之刃，可以回复，但是千万要小心被一套爆发给灌死了。对，南京黑手9金没有抓住江城闪现真空期的这段时间，闪现已经好了，子阳的这个奔狼已经开过了，也就是接下来的杭州老聂大鳄是满状态的，除了伽罗的这个逐之弓还没转好。那南京黑手9金想开团就难了，因为心痕的猪八戒带的是骋，对，然后又没有奔狼，奔狼的 CD 还有1分多钟，上路高地要被磨掉，再做了一件破军，这应该是把鞋卖了，这个移速应该是把鞋卖了，换了破军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是不输出了。刚才呢确定是闪电匕首，现在的话就是极限输出，走到高地的位置了。这样南京黑手9金只能看着干着急啊。赵云肯定是不好开先手，直接开得到伽罗的，你只能靠猪八戒跟太乙真人上去逼一波技能。现在开始攒究极装备，攒究极钱，把2路兵线想往前一起带，卡一下，卡双线。但上路已经被周瑜提前解决的差不多了。上路是优先要解决的，因为中路高地已经掉了，可以放得深一点。但上路如果放过来的话，塔就要掉。所以南京黑手军这一波部署其实是很正确的。接下来就是从中和下2路，但是下路卡住了，没有人去解决，有点慢。南陵王只好回到家里把自己的蓝 buff 收好。那这波打不了了。对，这2波线其实没有完全利用好。点死了3下。哎呦，江城3剑点死了9库，瞬间就融化了。9库2技能闪现全部没放。就是你没有反应空间啊！对啊，3下，哎，落地被赵云扎了，回头搭了一下，江城这边也倒，看另外一边吕布先打到后排，回头打防守，这样前面带走了无畏的赵云，双方射手都被秒了。对，就你刚秒完我，我就秒了你。这无畏这波灵性的抓到了，就是大乔传下来一瞬间会有一个那个小点点，会知道你在哪儿。他直接抓住了这个机会，直接打你那个预判的位置，打你那个出现的位置，导致江城闪现也没交。但是还是少一个人。无畏这边虽然大众自己也在阵容当中出不来了，对，1换1，深陷泥沼，这最后军兆杀了进去，而且这波换了个装备，都没射手了。但杭州老跟大哥有人数上的优势。是，军兆出了纯净苍穹，他现在又能扛又能打了。
上路应该要强拆了。对，没事，可以左圈走。炮车应该没了，炮车也很难推到，但是一会儿没关系，伽罗可以直接塔外把它点掉。迅速拿龙。 这是最后一条了，哇！对，大乔这个圈方呢真的很教科书，就你不管你怎么打，我这边能撤，开加速上去就要强行点，江城的闪现是朝前走的。来看另外一边，吕布要留人了，跟上来打2个卡住键盘，这队友绕一下，远方被赶走，回头赵云大到了陈阳，但是剑心这边进场踢2个，踢出了复活，另外一边九库在2人的翻滚，回身吹了一下给控制，又杀掉了不止火舞，下路兵已经到了，这波伽罗怎么办？无畏想要硬打，但是没有能够点死，就让江城给吸了起来。 这波吕布有点扛不住了9库2连击破。那这样的话，双方又是一个2换2，但下路的兵线已经逼近高地，高地被破了。子阳开了个加速冲出来，想要搏一搏。但是看一下江城，江城现在状态是没有闪现的，必须站在比较安全的位置打输出。蓝装杀进去打一套，发现没有打死，二技能直接把他爆死了。要回去吗？江城没有选择回去，他选择吸血，对，吸回来。他想要吸血，能吸回来。这样的话，他因为他有蓝 buff， 所以他现在无所谓，一直开着一技能都可以。 南京黑肉酒精还有3个人，这条风暴龙王可以尝试去不让对面开，是，因为他猪八戒有场的，你硬开我有机会抢，我只要过来的话你就没机会开了。周约的火可以扑，但有被留的风险，有被留的风险。杭州老练大鹅求稳，利用大乔的大招把吕布传过来，传过来5个人，想东西的龙，哎，军兆意识很明确，找一下草后。 找一下龙坑后面这座草，看有没有人，把星坑给打了出来。现在卡好位置，看吕布，哎，跳到这位置，想要先杀一个李元芳，李元芳交了一个2技能往后翻滚，火舞穷追进去硬要打，在我们的 OB 的边缘直接带走了李元芳。看另外一边，猪八戒想要把人留住，剑姬想要走，能离开吗？就他一下被星给摸到了，直接摸死。但是军兆1个人留3个，是，但是看江城的位置，开启了主指回来的反点，赵云砸回来，把人给扎死了。 这个时候他的闪现还没有转好，江城没有逃脱的可能。吕布也倒，青帆这边也受不了了，再被留住。那只剩了陈阳自己。这波杭州老练大鹅一波4换1，这波龙也没拿，人也没得。强行开了一波团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波确实血亏，这波江城刚才也很着急啊。江城这自信的步伐，他绕后，自信的绕后，但是在没有闪现的情况之下。 在赵云有大招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确实太危险了。赵云一个大起来，你一个没有任何防御扔，一下就秒了，一下就没了呀！那一下，这等于是把龙给了。把龙给了南京黑肉酒精翻盘的希望。对，南京黑肉酒精抓住了这样的机会，今天无畏也站了出来。无畏在前面连续阵亡的情况下，在最后团战期间找到了机会，就是他那一波把江城秒了。因为江城先把9库秒，其实那波很有可能会被一波的，很危险。你看啊，其实军兆这一波开大的想法和。 剑心是同步想杀这个李元芳，对，对吧？你看跳过来想杀这个李元芳，李元芳2技能感觉滚了好长一段距离。他开了逐日，他移速很快。对。但这波留人其实江城可以站在军兆的后边，隔着墙慢慢点。江城说我要切后，他直接绕过来了，带着大乔走过来，开着逐日，然后太乙真人又把他舔到了，又是子阳，太乙真人把他舔到了。赵云的距离够不到，但是子阳舔到了，对。 这个太乙真的2技能太关键了，是，直接把你定在原地。20分钟之后的兵线不好清了，而且带着龙王，现在想要硬冲塔吗？伽罗这时候非常的小心，站在塔后开始打了。哇，军兆差点被大3血没有能够回家，再给你一个圈，你不能走2步吗？没关系，回来还有一个加速，对，有加速，对，主要是满血，对，满血回来走2步。但陈阳想要去偷高地，这个时候你要去偷高地的话，正面。 你会暴露的呀！陈阳露视野了，陈阳露视野了，暴露这边把高地偷掉，但另外一边自己是有大乔的，再把人叫回来，准备硬打。军兆卡在最前排，让这边扎到了2到3人。看见这边进场踢了一个 Z 字形，伤还是不太够。军兆卡住位置，一个人挥2个打出一套复活，再来一刀带走了太乙真人。回头想要再杀无畏，无畏把他给颠了起来。后头剑心这边补伤害了，拿到了2连击破，再开加速。笨狼想要找一下青种，2人没拨到大招放空走位，但是杀他只是时间问题。有名刀还是被江城点死，团灭了南京黑肉酒精一波0换5，准备冲向水晶，获得他们今天在魔鬼主场的胜利了。对 ，S 组队伍的拼搏，今天在最后的时刻打得如此惊心动魄。杭州老干爹大鹅在最后一波团战给大家上演了一波经典的大乔传送，再回来打了一波车轮战。今天获得胜利的是杭州老干爹大鹅，3比1拿下了他们在 S 组的第1分。
战胜了最近一次的冠军南京黑手军，而且是在南京黑手军的主场。魔鬼主场的第一战，目前看起来呢还需要调整，让他们的主场变得更加的有威慑力。是的，今天的杭州老干爹大鹅完成了对于南京黑手酒精的3连胜。现在南京黑手酒精确实需要去进行调整和考虑。老干爹大鹅今天看到了军照的表现，确实是格外的出彩，但是中间也犯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，因为毕竟你是在 S 组，如果这个错误出现在 B 组，我们觉得可以。